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从今天市值排名前500名的币种来看，整个币圈互有涨跌。那涨幅集中在以太坊链和Sol链当中。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在午盘的时候出现了快速的下探动作。那这里的下探动作呢，主要是门头沟地址出现了异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测的推特来看啊，门头沟的地址在最近几天内有大额的转进转出，然后出现了比特币汇总到同一个地址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有13万枚比特币从18年开始就不断的移动从18年5月10日开始不断的移动汇集到各个地址当中。但是呢，门头沟已经过了很多年，这个利空呢始终像一颗悬着的地雷一样悬在币圈当中虽然有如此大的风险，但是这颗雷我认为它的一个释放过程是缓慢的，因此呢，门头沟地址的异动只会给币圈带来短时间内的震荡，不会改变比特币目前第4次减产牛市大的趋势。那从日线走势图来看，我们看到比特币在日线结构当中，在上方我们看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这种结构呢是容易出现突破的，也就是说行情走出4次的等位置波峰之后，容易走出突破结构。因此呢，在这里比特币的回调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机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它已经形成了收敛三角形和箱体结构。这个结构呢，我认为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结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BNB 也走出了一个类似的收敛三角形，然后上方呢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然后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BNB 的结构更为简单，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发动了5月21日这根阳线的悟空阳线。那么意味着 BNB 上方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这种趋势呢，只要不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576这个位置不跌破，悟空阳线依旧存活的情况下， BNB 容易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走出突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市场热点依然是围绕以太坊和以太坊的很多衍生币种。那在以太坊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阳线，这根阳线启动时间也是在5月21日。5月21日 ETH 通过了美国的 ETF 之后正式成为一只基金。我们看到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完之后，事件持续发酵，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利好的情况下，我们在后面的行情当中看到了属于以太坊的一个8节阳线组。那对于上方来说，突破$4000之后，我们认为以太坊会走出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呢，这种趋势可以放大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以太坊下方存在一个重要的支撑位$3000，$3000上方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对于以太坊来说，上方容易走8节阳线。注意看这里是周线级别的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也抓住了一个比较牛逼的币种，就是 HIGH。怎么抓住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大概是在5月1日就开始提到了 HIGH。它的一个走势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是一个上行的收敛三角形，在日线级别上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绘制出它的焦点，证明它的趋势没有走完，没有走完就是一个上涨趋势。同时呢，我们当初提到了一个4小时级别1440均线、169均线构成在下方的一个重要支撑位，因此呢，我们当时提到了依托于本重要支撑位，它有个继续上涨的趋势。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走势。那么这个走势呢，突破了目前的一个向上的收敛三角形，突破了向上的通道之后，走出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今天的8节阳线。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对于 HIGH 来说，上方在日线级别上容易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前面行情分析当中一直给出的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正在 HIGH 当中展现出来。因此呢，在几周之前我们就提到了 HIGH 是一个10倍币种。那么在这样的走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22年7月份它走出了一个下跌之后，
在底部形成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形成的过程当中，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和变盘。那么突破的时间呢，是在24年初24年2月份，我们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走完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正走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因此呢，它有继续走高的可能性。那么这两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刚好会同下方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横向的这个结构相互呼应。我们认为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正在 HIGH 这种热点币种当中产生。同时呢，在比特币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某一天看到了 HIGH 在 AI 困的云图当中出现在多个板块。那么在多个板块从属于多个板块的 HIGH 势必呢受到资金的追捧，因此呢，在今天我们看到 HIGH 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现。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某某币仍然是热点，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天时间 Binance 平台涨幅榜排名第一的是 NOT、BB 这两个是也是 AI 困的热点币种。那么 NOT 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某某币那么在 NOT 上线 Binance 之后，我们看到一度出现过调整。那在调整之后，我们看到打开它的一个结构。它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前期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跌破了 0.066 的一个平台，下方走出黄金坑之后果断上行。上行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多头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4小时级别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目前为止，它正在走4小时级别的第二轮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那么通过合并 K 线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对于NOT 来说，目前走完了它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意味着上方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一个热点币种往往会经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再做调整。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容易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4小时级别到小线级别的下跌震荡调整之后，再次完成它的一个下一轮的上行动作。因此呢，对于 NOT 谨慎参与，因为它是次新币种，次新币种庄家主力或者是控盘者或者是项目方拥有市场当中最多的筹码，因此呢，在短暂的盘整之后，容易出现极端行情。但是这种极端行情往往引发暴涨暴跌，因此呢，如果参与的话，耐心等待它有一轮调整之后，选择分仓进场，逐渐进入。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就是 GameFi 板块GameFi 板块当中2个龙头币种分别是 YJJ 和 Gala。那么从 Gala 的结构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看的是日线级别日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当中，下方底边线构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位呢大概是在 0.042 美金附近。同时呢，下方我们也看到了一个144日均线形成的一个支撑。那么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第二部分4项战法，我们认为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动变盘的一个位置。同时呢，结合目前比特币、以太坊的一个上涨趋势认为出现板块轮动行情的概率非常高。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 Solana 板块出现了上涨，也看到了某某币板块出现了上涨。同时呢，以太坊质押板块出现了上涨 ，Binance 平台上的次新币板块出现了上涨。那么资金的流动性让我们考虑到 GameFi 板块很快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龙头效应。那么在这种龙头效应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 YJJ 和 Gala 是应该重点关注的。这种大币种市值比较高的，受资金追捧、受大资金追捧的币种呢是应该关注的。同时呢，在6月中旬，我们认为 Gala 将进入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变盘期。之前的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4到5月是一个 Gala 的震荡行情过程。那么在日线级别上也形成了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如果一旦出现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它容易继续上行，突破前高。因此呢，对于 YJJ 和 Gala 应该给予一个重点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